新科状元林文彦今日设宴临府，陛下亲赐金匾，清正传家。状元彦家御赐金匾，林家这回是真要飞黄腾达了。今日之后，谁还敢惹林家？林大人清正传家，林公子前途无量啊！清正传家，欠债30年也配谈清正？哪来的瞎子？滚开！别脏了我林府的门！让开！嘿，瞎子还挺横。哎呦！再上前一步，我这根杖就先卸了你这身骨头。这瞎子，这哪是瞎子？林府的喜酒我吃定了，林家的债我讨定了。犬子高中状元，蒙各位抬爱，日后在朝堂上还望诸位多多提携。侍郎大人哪里话，令公子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。林文渊，我来讨债。侍郎大人，这是您家什么穷亲戚？瞧这身布衣，怕是从乱葬岗爬出来的吧？瞎子讨债，讨到状元宴上来了，真是开了眼了。林文渊，10年了。腊月23，大雪封门，你跪在我爷爷书房门口，跪了3个时辰，膝盖冻僵，鼻涕冻成冰。本官不识此人，来人，乱棍打出去！打我？那这张借注谁来认？父亲，这疯婆子在胡说什么？您怎么不说话？天机阁苏老阁主借林文渊白银30万两。第一笔5万两，打点会试主考；第二笔8万两，贿赂吏部考公司，换你一个上飘平；第三笔12万两，买通御史台，压下你强占民田的弹劾折子；第四笔住口！怎么，林大人不让我说，是怕在场各位大人知道您头顶这顶乌纱帽是从我爷爷怀里抢出来的？这若是真的，侍郎大人，您倒是说话呀！一派胡言，伪造文书当斩！伪造，红泥古印，亲笔签扎。林大人不如上前看看，是不是您当年那根因为冻疮落下疤的右手食指？就算有这借据，跟我林文彦何干？今日是我状元宴，有干。这是林家与苏家的婚书，你3岁时你父亲亲手按的指印，一同压的，还有这30万两债务的抵偿条款。什么破婚书？放屁！我堂堂新科状元会娶一个瞎子？我林文彦今日就要迎娶礼部尚书的千金，这破纸！瞎子也想攀状元郎，痴心状元郎好样的！这种货色配不上你，赶紧滚！别脏了我林家的地，也别脏了我状元郎的眼。撕了又如何？瞎子看不见也听得见吧？这就是你那破婚书的下场。好得很。林状元，你可知，你刚刚撕掉的是你林家唯一能保命的东西。燕儿，你撕了什么？父亲，不就一张破纸？那张婚书背面写着林家以30万两债为全部家产，浑身性命3抵其一，亲笔画押红泥古印。不可能，那是副本，正本在。正本在我手里。感情的债烂了，但银子的债、人命的债，得按天机阁的规矩100倍奉还。林文渊，你欠的债，我今天一笔一笔跟你算。来人！侍郎大人这是要灭口！此女伪造文书，敲诈朝廷命官，把她给我轰出去！不必顾及分寸，直接处置！父亲英明，此等奸细之徒留不得。林大人，这一棍下去，
你就再也洗不清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好厉害的身手！你竟敢在我林府动手！是您先动的手，林大人。各位大人想听真账吗？景德时决堤赈灾款拨白银80万两，经守户部主事林文渊实际到灾民手中23万，剩下57万两，分作7笔。其一，购置城西宅院3座，登记在您小妾柳氏名下；其二，转入江南通济票户，账户编号丙字776。这怎么？因为这账是我爷爷一笔一笔替你藏的。那是大理寺卿裴大人，怎么会在这儿？裴大人，家父绝无此事，此女信口雌黄。本官奉旨巡查百官，今日恰好路过，姑娘所言可有实证？有，此为天机阁房外契约的底单，正本红泥古印，底单留存阁中，两纸合璧，印文1分不差。裴大人，莫被这刁民蒙骗，此女眼盲，连字都看不见，如何做得了契约的主？林大人，我虽看不见字，却记得清账。这底单背面左下角缺了一角，是15年前我爷爷在您府上喝茶时被您家小公子撕掉的。林大人若不信，可让裴大人验。果然确凿，红泥古印，纹路吻合，契约属实。不可能！完了，都完了。苏姑娘，这桩债，大理寺会替你做主。多谢裴大人。一笔小钱打发，这瞎子未必懂行情。还想赖？苏姑娘，远来辛苦，100两纹银，这桩陈年旧账，就此接过如何？100两，打发叫花子呢？盲打，这一手都没乱。景德11年腊月，我祖父借于大人周传上位的本金白银8万两，利息按天机阁旧例，月息3分，复利滚算15年，连本带息30万两。30万两，银子若不够，城东12间商铺折价相抵。你做梦！那是我林家祖产。祖产，景德12年置办，登记人林文渊，置办银两的出处，我账上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这是要我林家的命！大人当年昧下的是80万两赈灾银，多少灾民冻饿而死，大人心里清楚，还30万已是天大的仁慈。瞎子，你再说一个次！状元郎疯了！状元郎，剑尖偏左3分。杀我容易，可这满堂宾客还有大理寺，都看着呢。林公子，当街拔剑指向苦主，这是要本官现在就开堂？裴大人，学生一时糊涂。苏姑娘，你继续。限期3日，30万两白银，城东12间商铺地契，一并送至大理寺。若是凑不齐，3日后凑不齐，我便请裴大人抄了你这状元府。这哪是讨债，分明是阎王点秒。林大人，这3日里，
若再起一丝旁的心思，利息加倍。侍郎吩咐，活口一个不留。那瞎子可在里头？一个瞎子，一个哑巴，还能飞了不成？门没栓，睡得到沉。送他一程。中计了5个人，3人左，2人右。领头那位左脚有旧伤。瞎子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靴底沾着城南胭脂巷的红泥，5人5种布品。还有，这破庙外的乞丐都是我的眼睛。画押，谁派你来？领了多少银子？一笔一笔写清楚。你做梦！我们是江湖人。张奎，祖籍幽州，家中老母、妻儿3口居于槐花巷。你今夜若死在此地，你便是朝廷命官府上派出的死士。你母亲、你妻儿依大其例，皆是逆党亲眷，流放3000里。画押，这桩账只算在林侍郎头上。你的家人，我用天机阁的名义保。林大人这一手真急，3日的期，他半日都等不住。雅叔，把人绑结实些，外头那匹板车够用。林大人，这份贺礼，明早亲手送到你府门口。昨夜那边，大人放心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这不是侍郎府吗？瞧这阵仗，怕不是养私兵。苏清寒，府里所有现银地契案账连夜全部转走。3日之期未到，我林某人绝不当着冤大头。听说昨夜林府门口扔了几个绑着的刺客，派人杀那瞎姑娘，反被人送回来了。这是做贼心虚，想跑啊！那不是大理寺卿，今儿要出大事了。叩门。大人，我家老爷举家回乡省亲了，府上只剩奴才几个。省亲？林大人的祖籍在江南，可昨夜3更，他还在城东赌坊押住。奉旨查案，再不开门破门！裴大人，您这是何意？裴大人，请看，本官两袖清风，家徒四壁，那瞎女子分明是讹诈30万两。哼，我林家全部家当也凑不出3万。顺拜林大人可愿让裴大人到后花园走一走？后花园一片荒草，有何可看？裴大人请过目，林府这3日转出现银8万两，走城南钱庄4笔，走漕运暗船2笔，共3万，剩余22万两藏在后花园密室。你一个瞎子，何处得来这般编排？林大人也都欠过天机阁的人情。假山东南角第3块青石，比旁的石头轻3分，石下有铁环，铁环之下便是密室。不可以挖，这是本官私宅。奉旨查案，动手！
爹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可能，那密室钥匙只在我身上。钥匙在你身上，可挖密室的工匠3年前被你灭口在乱葬岗，正是我天机阁的人。本金10万，30年利息，共计30万两。今日以这密室所出抵清。至于他们贪赈灾银两，扣漕运私贩盐引，这3笔账，裴大人按律当如何？流放3000里。裴大人饶命！本官愿尽数退还。爹，我不要去边疆啊！林大人，这第1笔账两清了，5个老赖已倒1个，债簿翻页。雅叔，第1笔已结。京城首富万金宝，本金10万两，30年利息不计。放心，这位万老板比林侍郎更好对付，因为他只认钱。万家钱庄左近天鹰网的眼线也该醒一醒了。走，去万家钱庄。这位姑娘，存银还是取银？取银10万两。10万两，姑娘，你身上可有存银凭证？你等着！好端端的姑娘，怕是来讹钱的吧？30年前的破纸，破纸，本老板早忘了。万老板，撕欠条容易，撕账本难。30年前只是个小报告，是我爷爷给了你江南漕粮的商货郎，10万两本金，换你今日京城首富。情报，那是30年前的事儿。本老板今日的钱是本老板自己挣的。小丫头，捡起来够你吃3年。穷酸不配拿10万两。万老板，金子能砸人，也能砸碎你自己。哼，轰出去！再敢上门，就别想完完整整的走。万老板喜欢玩钱，那好，你这钱庄明日一早1文钱都取不出来。一个落魄丫头也敢在本老板面前放大话。雅叔，绕到后巷，他要出招了。盯死那丫头，她去哪儿就砸哪儿。谁敢卖她米砸了铺子，谁敢收留她掀了招牌。管家放心，今日起这丫头在京城讨不到1口饭。好，很好。他越张狂，摔得越响。3斤米。老李，谁让你卖他米的？万爷的话你没听见？要出手吗？不必。万金宝，你撒在地上的不是米，是你自己的命根子。老爷，天机王那盲女今日在城南被砍了3回，连口热粥都讨不到。活该！1文钱取用他的钱就是嘴罢了。再敢闹，本老板让他有来无回。开门啊！我那20两是棺材本儿。我有亲戚在码头，不保好正月真没回来，万老板瞒了我们半年。老爷，库银只够支3成。通宝号的事本就压得死死的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告示上连船工名字、货单编号都分毫不差。先通行汇丰号速借50万两，本老板今日不能踏。刘掌柜，急借50万，利钱翻倍。万管家，不巧，小号今晨刚封了银库。你听说万老板的船缠了，借出去小的可收不回啊。老爷，钱通汇丰永昌7家票号全闭门谢客。怎么会？他们和我几10年的交情，怎么会一夜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查，给本老板查，是谁在给那瞎子递消息？姑娘，7家票号全关了，万家库银撑不过晌午。
万老板，现在是谁没钱？谁？带走。老爷，人已经带回来了，就是给那瞎子递告示看稿的绣坊女子。好，他断我财路，我就掐他线头。告诉他，明日午时，城西费窑一个人来，待债不换人。他终于沉不住气了。江南，万家独子在玲珑书院，让怀期今日辰时请他喝茶。祖传的玉，他爹临终前塞给独子的，他认得。瞎子，再走2步，这丫头就别想回去。刀离他还有半寸。你风过刀面的声响，听得出。少装神弄鬼，债不交出来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放人。万老板，你这辈子逼多少人跪过这一跪？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那今日也不差你一个。这是我儿的。万安，12岁，玲珑书院丙字斋，今早晨时3刻被人请去喝茶。你敢动我儿子？我没动，他只是在喝茶，动不动看你。你这是拿我儿子要挟我？是你先动的我的人，万老板，你绑我的人，我请你的人，1换1，公平。放他。你儿子今晚回家吃饭，动他1根头发，万家就剩你1根。玉先还我，我再放人。万老板，你绑的是活人，押的是死物，谁先松手，你心里没数？远处听见了吗？苏姑娘，万家流老狐狸，我错了，玉给你，钱也给你，求你放过我儿子。放人，先。苏姑娘，我万金宝这辈子作恶多端，可万安她才12岁，她什么都不知道。12岁的清楚，李婆婆的孙女被你卖去烟花之地那年13岁，卖炊饼的赵老头被你逼得上吊那日，他孙子才8岁。你逼死那些人时可曾手软？我那是做生意。做生意，3分利叫生意，30分利叫吃人。印子前12年，逼死17户，逼良为奴9人，比比都在这儿。大理寺办差，闲杂人等回避。奉旨查万家府在逼人案，涉案人京城首富万家宝。万家终于栽了，报应总算来了。苏姑娘，裴大人，人证，在城南槐花巷17户，物证在你脚下。好一个京城首富，好一桩民脂民膏，拿下，抄家封铺。苏静涵，你别得意。你以为你斗的是我？当年天机阁满门惨案，你以为是哪路山贼干的？真正欠你们命的在朝堂之上，在金陵殿里，那是个连皇上都要让3分的大人物。苏姑娘，她的话你信几分？7分，剩下3分得我自己去挖。挖出来又当如何？欠债的无论做多高都得下来。姑娘救命之恩，你不欠我，是万家欠了你。5笔旧债，还剩2笔，第4笔握兵权，第5笔藏在金銮殿里。欠债的跑不掉，哪怕他骑着马。大将军回京了，镇国侯威武！
亚叔，风里有铁锈气，我等的就是他这股煞气。何人当本将的道？天机阁旧人苏清寒，特来讨一笔旧债。姑娘，疯了不成？天机阁，那破蛾子不是早散了？散没散，将军心里清楚。12年前北境那场仗，你欠我爷爷一笔旧账。旧账？本将的功名是马背上一刀一刀拼出来的，你一个瞎子也敢赌本将的道？让开！听风，电梯，差3尺。赵将军，光天化日惊扰百姓。大理寺，你管得宽？大齐律法管得着任何人。多谢裴大人。你不该主审来。他若不动手，我就拿不到满城百姓的眼睛。将军要对霞姑娘动手，这不太像样，不太像样啊！本将在北境拼命，你们这些躲在城里的也敢议论本将？秦兵，把这瞎子给本将带走！赵将军，你的军功难道不是我爷爷用敌军布防图换来的？你私通弟弟那封信还在我手里。你血口喷人！北境第3位7月16夜袭乌兰口，你麾下那一仗折在自己人部的局里，整整200条命。自己人布局，那是害同袍啊，害自家弟兄啊！好一个天机阁余孽！你既敢拦本将的道，就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他这一去必有动作。裴大人，今夜他不会派刺客。哦，他手里有兵，有兵的人从来不屑用刀，他会用军令。天一黑，这京城的门就该为我关上了。奉将军令，此处妖女扰乱军心，这是把人圈死啊！闲人退散，再有靠近者，以同党论处。我知道，他不杀我，他要困我，困住我，再去断我的根。亚叔，他的兵已经动了，天机网的兄弟们要遭难了。阿福，通敌罪，跟我们走。军爷，我就一卖茶的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西市那边已经抓了7个。备马，本官倒要去问问，他赵啸天动的是哪门子军法？裴大人接旨。正欲军务非4司可问，大理寺卿裴征不得擅设军营。臣领旨。大人，赵将军这是抢在咱们前列，抓的不是线人，是苏姑娘的手脚。可这道圣旨压下来，我这把刀今日伸不出鞘了。亚叔，你以为他们今夜会只抓人？他们要的是这本册子。临粉欲火，转瞬即焚；墨自遇光，自行消散。他烧得越急，我藏得越深。来了，不要拦，让他们把这本宝贝稳稳当当抬到赵啸天面前。搜！统领，找到了。好一本催命册。拿走吧，拿给你家将军，让他好好瞧瞧。装，到了将军跟前，看你还装得住。很疼吧？没事，
雅叔，阿福他们只是底牌，真正的牌从来不在他们手上。我懂。爷爷，再等我一阵，这笔债快了。今夜过后，赵啸天就该睡不着了。天机阁的命根，天机阁的债，今日本将一把烧个干净！将军威武，天机王从此再无。烧吧，那是用灵粉写的假账，真账早进了该进的人眼里。赵将军，你烧的不是我的命，是你自己的催命符。该送的那封信，也该上路了。今日本将烧了那本破账，明日这京城是谁的天下？自然是将军的天下。龙椅上那位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，本将这把刀替他守了20年，也该替自己磨一磨了。将军醉了，将军醉了。醉，本将清醒得很。雅叔，他在账里说了什么？果然酒后吐真言。他要换主子那边，我手里压了8年，是他亲笔写给北狄的投名状。当年他延误战机，故意送死的那位副将周卫，是当今圣上少年时唯一的伴读。起来吧，今夜是他赵昊天第8年的忌日。这是当年他亲笔。墨色未退，火漆是边军独有的松脂混朱砂，做不了假。苏姑娘大理寺如今被皇上责令不许干涉军务，这封信从我手里递不到御前。裴大人，你今夜只需把它交给一个人，所以不走大理寺。周韵留在京中的那位白发老母亲。老夫人，晚辈裴征今夜给您送一个迟到了8年的真相。你说什么？您儿子不是战死沙场，是被人从背后卖了。薇儿，娘的玉儿，你死的那天，娘梦见你浑身是血，跪在娘床前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扶我起来！今日娘就算爬，也要爬到登文谷下替你讨这条命。老夫人，晚辈送你。何人击鼓？老师，何人周林氏？状告镇国大将军赵啸天通敌北毒，构陷忠良，害死老身的独子周。赵将军，你烧的那本账是假的，这敲的鼓才是真的，是你的中举。周卫是朕少年时唯一的朋友。朕登基那年，他笑着说去边关替朕，3年手又回来陪朕下棋。他答应，这可是保重龙体啊！来人，传御林军统领。答应，连夜奔主子明着。陛下要动兵，朕今夜就成全他。圣旨到！你们深夜入营，所为何事？奉天承运镇国大将军赵啸天私通北狄，构陷副将周润，致其阵亡罪。正确着，着即弑夺兵权，收缴虎符，交由3司会审秉公核查，依规定罪。亲，不可能！那封信怎么会在陛下手里？将军，你今晚那句话不该说。是你一个瞎子，你怎么能？赵将军，我没动你一兵一卒，没踏进你的军营半步，动你的是你自己8年前亲手写下的那封信，和你今夜亲口说出来的那句话。8年，我以为早就烧。火能烧账，烧不了天理。天机阁的债第3笔收。去死牢。他临死之前还有一句话要告诉我。大理寺裴大人的亲令。开门，我只见一面。姑娘，这位是朝廷钦犯，小的不敢。他这条命不属于他自己，属于债部。雅叔，你说一个人卖了满门恩人，换来这身荣华，8年了，睡得着的，所以才更该还。你到底还是来了。赵啸天，你欠的不是银子，是天机阁37条人命。37？姑娘，何止37？我爷爷周玉，还有天机阁满门老药，是不是你亲手卖的？8年前北狄南下，你爷爷把那张布防图亲手交到我手上，他说让我立功，让我平安回京。所以你把它献给了别人？献是他要的，他我让你爷爷那张嘴再开不了口。他是谁？姑娘，你斗倒了林侍郎，斗倒了万金宝，连我你也拉下来了。亚叔，不是狱卒送的，是他的人。晚了，他唇色发紫，气绝不过3息，这毒
剑喉即断。8年前，今夜他能伸手伸进大理寺的死牢，灭了赵啸天的口，这天下还有他伸不进的地方。半个主子，好大的口气！就算是天王老子欠下的债，也得一笔一笔还清。爷爷，孙女已经替你把这本账翻到最后一页了，只剩这一个名字。号外！太师设宴，戏姑祭品，京城同杯。赵将军尸骨未寒，太师就摆宴。听说啊，是那位盲姑娘。赵啸天临死前说，斗不过半个主子。原来这半个主子姓王，他中毒身孕，转瞬绝气，这边就坐不住了。烫金八字戏姑祭嫔，太师此宴放在广济寺前，满京百姓都看着。他要借万民之口逼我交出天机王。清寒，你若不去，便是抗旨不敬；你若去了，满堂鬼官都是他的人。父亲当年查江南赈灾案，死在驿馆，验尸结论是暴毙。我查了8年，只敢在卷宗里写4个字，证据不足。清寒，这一回我不能再让你一个人去。裴大人，800万两赈灾银，你查到几成了？7成，已对上户部账目，剩下3成，只差一个亲笔画押的人证。够了，人证。他想让满城百姓听，那我就让满百姓都听清楚。城南义庄第3间，那里有王家老母临死前留下的亲笔遗书。8年前江南大旱，恶评满道，他坐高堂批了一笔800万两，银子没到灾民手里，进了他老家王家村那座新修的祠堂地窖。你拿到遗书，53刻务必送到广济寺前，1刻都不能晚。天降横祸，老夫夜不能寐呀！每念至江南旧事，便是肝肠寸断。太师仁心，百姓之福。是他，那盲姑娘来了。苏姑娘，你斗倒3家蛀虫，京城都赞你义薄云天。老夫看着姑娘，就像看着自己的女儿一般。瞎了眼还能为天下伸冤，这是何等的菩萨心肠啊！太师过誉。然情报之力乃国之重器，私藏一人则祸，私藏一家则乱。姑娘若舍不得，便是把整座江山压在自己一双弱肩上。这天下苍生的死活，可不能由一个盲女说了算啊！请姑娘深明大义，交出来，为天下苍生。苏姑娘，老夫今日不为私，为这江山社稷，为这万千黎民。这天机网，你该不该上交？你太师的天下苍生，是指您老家王家村祠堂地窖里那800万两灾民的救命钱吗？姑娘，玩笑开大了。一个盲女口说无凭，岂能污蔑朝廷重臣？8年前，我儿才6岁，饿死在江南道上。救命钱，救命钱在哪儿啊？还我儿命来！王家老奴临终遗书，亲笔画押800万两入库，何时何地何人经手，一笔一笔都在这上头。太师方才说私藏则祸，私藏则乱，那么800万两私藏8年，藏死了多少江南百姓？太师，这本账不是我要交，是您该还。好一张利嘴！诸位，一封来路不明的遗书，一个神志不清的疯老头就能诬当朝首辅苏清寒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一个盲女搅得京城天翻地覆，老夫执掌文坛30年，难道还压不住一张嘴？太师明鉴，下官京城3正风书法全部刊印，传令下去。今日之内，老夫倒要看看，是他一张嘴硬，还是天下读书人的乱京城视听风气。前几日不还说他是为民请命吗？太师亲笔撰文，当朝首辅，娘，总不会有错吧？是坏人吗？笔杆子能杀人，可百姓的耳朵不只长在告示墙上。姑娘，满城都在骂你。我们这些跑江湖的，顶得住几张嘴？周先生当年在江南说书，因唱钟良渊被砸了场子，可还记得？姑娘连这都知道。柳娘的师傅饿死在8年前那场江南大旱，师傅临死前怀里还揣着半块发霉的窝头，他说
镇灾良哪儿去了？王家村祠堂地窖的事我都写在这里，在台上替忠臣哭，替烈女唱。今日我只求你们替那800万条人命开一次嗓。姑娘放心，这把老骨头豁出去了。话说8年前，江南大水饿殍千里，朝廷拨银800万赈尽灾民。可这80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运到一处，便没了踪影。800万两都进了那家，怪不得我堂兄那年没回来。还是不止一家两家，全城戏台茶楼酒肆都在唱都在说。抓人，给老夫全抓了！法不责众啊！百姓围着戏台叫好，顺天府不敢动手。好一个苏清寒，好一招借嘴杀人！王太师，还我儿一个公道！还朕在引，贪官污吏！民心是这世上最锋利的刀。此鼓一响，便再无回头路。800万条命，该有人替他们敲。家父当年没敲下去的鼓，今日由我来敲。大理寺卿裴征，待京畿10万百姓，叩请陛下彻查首辅王崇贪墨赈灾银案。陛下，京畿沸腾，民怨滔天。王崇，老臣在。赈灾银800万，你给朕一个交代。陛下明鉴，此乃妖女构陷，蛊惑民心啊！彻查，3司会审，即刻抄家。三司会审。大人，3司的人已到城南。烧，一本不留。大人，这些都是命根子啊！糊涂，留着才是要命。烧光了，谁也定不了我的罪。他果然在烧。姑娘怎知？王崇苏海40年，最怕的不是抄家，是账册落入3司。圣旨一下，他第一件事必是焚账。太师府地基，前朝旧王府改建，书房正下方有一条排水暗渠。姑娘连这都查到？天机阁30年前经手过这宅子的图纸。账册一旦烧尽，太师便能脱罪。走，从他脚底下把命根子拿回来。头儿，头顶上就是书房，有火光，在烧东西。快，迟一刻，半碗都剩不下。你们怎么进来的？王崇，束手就擒！完了，完了！800万两，分润名单，一个不少。苏清寒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查我贪墨，可你查过你身边这位裴大人的家底吗？你爷爷当年的死，大理寺也脱不了干系。姑娘，我不知，我从未。裴大人，令尊是哪一年接的大理寺卿？15年前。欠债的从来不止一家，有些账藏在最不该藏的人手里。亚叔，王崇临死前那一句话你也听见了，大理寺也脱不了干系。这些日子，每每提到15年前那桩案子，裴征的呼吸总会乱上一瞬。亚叔，15年前天机阁覆灭那夜，你记得是谁第一个赶到现场？大理寺，是大理寺先到的，比禁军早了半个时辰。一个查案的衙门，比皇命还快。亚叔，我要去趟大理寺。王崇临死那一笑，不像虚张声势。若真有人欠我天机阁一笔旧债，我不能因为是他，就当作没看见。卷宗只在这里，北角第3处更固生源。巡夜的换班还有1刻钟。卷宗库在西边第3进，若裴征清白，我自当面赔罪；若他不清白，今夜的盟友便是明日的债主。丙辰年
天机阁案。裴查无同党结案，大理寺卿裴怀安，裴正的父亲亲手结的案。是他。谁在卷宗库？姑娘，你怎在此？那是裴大人，不清年，天机阁满门血案，披红结案，大理寺卿裴怀安。我从未见过这卷案招。大理寺卿的儿子，父亲经手的天字号大案，你竟从未见过？姑娘听我说，师父15年前突染急症，卧床3月而亡。临终前，他烧了所有首饰。烧手啥的人，大多心中有鬼。那姑娘呢？你深夜潜入大理寺，盗取我朝廷暗钻暗律，该当何罪？我信契约，信律法，信白纸黑字。若家父真有罪，我裴征愿同担。裴大人，原来你们裴家也是天机寨部上隐形的老赖。姑娘，今夜的疑我担，但请你记住，我裴征这条命，在你查清之前不会自己走。他若是凶手，不该如此坦然；可他若清白，这朱印又作何解？雅叔教过我查寨之人，最忌情字。可此刻我手在抖，3日内自证清白，否则天机寨部第6页，我亲手添上裴字。姑娘，若3日太长，有一样东西，你或许该先看一眼。这世上最难讨的债，不是银钱，不是性命，是故人之债。你要的真相不在我喉咙里，在这里。家父的手札，他临终前只烧了一半。你说过，他烧了所有手纸。这一本是他从火盆里抢回来的。烛火，挪进些，只有胶痕，莫有泪渍，这不是伪造的手笔。不行年，腊月初9，天机阁变故，非匪非盗，幕后真凶，位高权重。我若深查，满门难保。幼女幸存，藏于乳母家。我若结案，则她可活。那幼女就是你。这是家父卧床3月，一夜白逃。我以为我是天机阁唯一的活口，原来我这条命是别人拿命换的。今日有人送来鸩酒1壶，我已知大戒将至，我之死可换苏家血脉一线生机。家父之死，我查了12年，只差最后一块拼图，今夜终于齐了。鸩酒来自，念出来。鸩酒来自王府，应真九蟒衔珠。满朝亲王配九蟒衔珠者，唯有一人。9000岁，祖父临终前写到一半咽了气，我以为是王太师，原来是亲王的王。裴大人，刚才盲杖加刑是我错怪了你。你没错，错的是这12年真相藏得太深。自今夜起，你我同盟，同生共担，今生无悔。你父亲是为护我而死，
他若知你今日能立于此地讨债，必无憾。这世上最重的债，不是金银，是有人用一条命换我一线生。9000岁这笔债，本金、佳丽，用他的命还。黑甲卫，他动手了，比我算得快了半日。奉王爷之命，大理寺卿裴征勾结妖女，就地正法。姑娘，身后是卷宗库，有暗道。我天机阁的债，从不背身而逃。那便同生共死。9000岁，你这一刀催的是债，也催的是你自己的命。弓弩手上！汪！亚叔，亚叔，你怎么了？是剑，亚叔，是剑。大理寺众捕听令，护苏姑娘退入卷宗库，违令者，军法处置。是。裴大人待我等如手足今日，也是我等还债之时。他们素不相识，却在为我而死。姑娘，他们不是为你死，是为这天底下的公道死。走，这笔账留着命去算。姑娘，快走，此处不能停。嘘。西南角有水声。水声？这庭中何来水声？极远，极闷，是地下暗河，水流自西向东。大理寺地基之下，必通城外后城河。卷宗库，库底有口废井，前朝旧物，已封100年。走，那是唯一活路。井底有水声，深约3丈。姑娘，水路凶险，你可敢？裴大人，我天机阁的命本就在水里趟过一回，这一回不过是再趟一次。不行，亚叔，你跟我走，这井底有水，你伤了背，我背也背得动你。亚叔，你跟了我祖父30年，你跟了我15年。我3岁那年，是你把我从火里抱出来的。你说过你要看着我嫁人，你说过的。好，亚叔，我记着这笔账，我连本带利讨回来。一时裴某此生记下了。跑不掉了，拿下！姑娘，得罪了。亚叔！报那盲女与裴征跳井遁了。跳井？搜！掘地3尺也要搜出来。王爷有令，大理寺即刻封禁，卷宗封存，相关人等另行看管。封门，带走张将。大理寺100年卷宗被人连夜封存，那一夜，我失去了陪我长大的第2个亲人。这不是前几日在祭天台讨账的苏姑娘？小生写上头写着牵涉虐案，还说扰乱大理寺，需即刻归案。这文书来得太快了，大理寺那些卷宗是被人连夜封走的，未必就是苏姑娘做的。都散了，官府文书不得围堵喧哗。启禀皇上，天机阁旧案牵涉甚广，苏清寒与裴征昨夜擅离大理寺，已列入缉拿。卷宗已封，相关证词也已入档，自此朝野清明，再无悬案。姑娘，城主，前头有处破庙，我们先躲一躲。9000岁，你封得住大理寺的门，封不住我天机阁的债。伤处已经处理妥当，亚叔底子硬，熬过今夜就能醒。他替我拦下那一劫，我记着。
你的眼光还是模糊的，能辨明暗，辨不出人脸。何时开始的？为何不说？大理寺封禁那夜，我在暗河水里，睁眼看见了天光的红，看不清，但心从未这么清楚过。雅书这一节，大理寺的真相该查清了。天机阁3大令之首，蛰伏血口。此令一出，藏在天下最深处的眼睛都会睁开。皇宫内院、9000岁府，还有3位封地藩王的内宅。祖父这一生只信2样东西：白纸黑字的气，看不见人的眼。北方北衙府署有我天机阁留着的一名厨下旧人，西方9000岁府书房有他亲信幕僚身边的一名小厮，宫中还有一位，我不能说明姓。你连他近身之人都留了线。祖父布这张网用了20年，9000岁以为封存了大理寺的卷宗就能抹去天机阁，他不知道天机阁真正的眼睛从不在明处。那如何递信？全城都贴着你我的告示文书。城有领勇指向少年、卖菜婆、酒肆跑堂，这是天机阁第1层递信人，他们不识令，只识文。一夜之间，12篇蛰伏令送至12处。京城之下有另一座京城，他醒了。3日后秋猎，皇上携3王同行。王爷，禁军已布，3王入了围场，便是瓮中之鳖。本王筹谋10年，这江山也该换个主人了。王爷登基那日，臣愿为前驱。宫里的消息送出来了。秋猎之日，9000岁要在围场困住3位藩王。他竟敢动藩王，这是要逼皇上让权。他不只要动藩王，他要的是朝局之权。此等惊天之事，没有证据，我们并报御前。只有一张图，皇上不会信。9000夜若反口一纸，我们便再难所是。西凉王、北晋王、淮南王，一人一片，只给一片，不给全图。全图，他们就会信我们，会防9000岁；一片，他们就会猜，会怕，会查，会去找另外那2片。3王互疑，9000岁这盘棋自己就会乱。姑娘，这一手落子无声。乱局从不由我起，是他们自己的疑心。留名是恩，要还的；不留名，不留名是疑，是夜里反复琢磨的那点不安。他喜欢用权势压人，那就让他也尝尝被自己人的权势牵制的滋味。9000岁，你惊动了大理寺的夜。3日后秋猎围场，我就动了你脚下的棋盘。9000岁竟敢算计本王！王爷，此图只有一角，送信之人不留名，不见面。秋猎围场3日后，他要逼本王出局。王爷，蹊跷之处在此，为何只送半张？你的意思，另外2位藩王怕是也收到了。派人连夜去查北京、淮南他们收到了什么。王爷，此图若是关键，关键，半张图也能做局。那我们不妨？防要防，信不能尽信。这朱砂是宫中御用。王爷的意思，送信人在宫里。去查西凉、淮南近日动向。秋猎之前，他们若动，本王才动。书房进出之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千岁，会不会是禁军那边漏的口风？这封信写的是赵铁山私通西凉王，一字未提通敌，只问候了赵统领老母在西凉的住处。赵铁山的老母10年前就死了，可这封信里他还活着，住在西凉王封地。9000岁若看见，他不会看见，他会撞来。一封信要他自断一臂。什么东西？站住！大人饶命！小的方才路过赵统领执房，见他不敢动。赵铁山，他的老母
在西凉。千岁，赵统领的人怎会迁到西凉，还偏偏落在咱们府里？好一个本王最信任的禁军统领。千岁，要不要先审？审？他若反咬一口，潜出半个京畿，本王秋猎大计，提前折戟。传令下去，赵铁山私通藩王，图谋不轨，今夜处决，不留口。我效忠王爷12年，我母亲10年前就死了，这是栽赃啊！王爷令下，只问你一句，可有遗言？告诉王爷，告诉王爷！